之前了解了市场上有多种资产值得我们去关注，各类资产呢有优点也有缺点，是在不断变化中的。但不变的呢，是通过资产为我们产生源源不断的现金流，服务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摆脱永无止境的牺牲今天换取明天的状态。那么资产那么多种，是持有一种就可以了吗？是不是需要做资产的一些组合配置？具体又该如何来分配？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两个问题。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投研社，我是社长老韭菜。本频道专注于投资研究分享，希望能帮助更多的朋友少走弯路，提升回报。感谢大家点赞关注支持我们。为什么要做资产配置？首先，一种金融工具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金融工具不管被包装成什么样子，都符合不可能三角理论，也就是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三者最多只能得其二。如果追求低风险、高流动性，那么存款、货币基金等活期理财呢，就是最佳的选择。但这些产品收益率很难高于 4%。那如果想要提高收益，风险还要低，那就只能选择牺牲流动性，比如定期的理财、房产、保险年金或者长期定投指数基金等等。那么如果要获得高收益、高流动性，那么就只能牺牲安全性了。类似的投资方式，比如期货、股票、基金、数字货币等等。那你会发现呢，金融工具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总是有些许的不完美，不可能存在一个招式、一个工具解决我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所有的问题。其次呢，合理的资产配置可以对抗风险。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一个很古朴的投资理念。它告诉我们，资产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单一资产的风险。怎么理解呢？这就像我们的饮食，生猛海鲜、山珍野味固然诱人，但如果只吃这些，相信你的鼻血会止不住的流。每种食物提供的营养是不一样的，要想健康长久，营养均衡才是唯一的选择。同样，每个资产类别呢有不同程度的收益和风险等级，保持合理的资产配置，才能确保资产的风险与收益达到最佳的状态。举个例子，假设你有10万元，按照下面两种方式规划，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第一种呢，是你将10万元现金全部存在银行，万一突然得了重大的疾病，治疗费要50万，那么取出10万，加上借40万才能看病。那最终你的结果呢是负债40万。那第二种呢是，如果9万元存银行，1万元买了50万额度的重疾险，万一突然得了重大的疾病，治疗费要50万，重疾险赔了50万。最终结果你还有挣的9万块钱。当然，这个例子是一个理想的假设模型，这样能更直观地呈现出不同的资产结构在面临风险的时候会达到完全不一样的效果。第三呢，合理的资产配置可以对抗人性。人性是贪婪的，永远不要考验人性。投资市场会极大的放大人性的弱点，有时候一上来亏钱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它让你知道肉疼，让你远离风险。就怕那些水平不够，运气却很好的人，自己盈利了就觉得自己很牛，各种操作甚至杠杆也加上了，最后亏得倾家荡产。也许你会说我肯定不会干那种傻事儿，那是因为你没有处于那样的境地，所以你要在理性的时候根据风险属性做好资产的分类。一旦钱的心理账户做了分类，你脑袋一热，把钱全部压在了冲动想法上，就会少很多。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看看第二个问题，如何做好家庭资产的配置。首先，我们要用宏观的视角来看待人生事务管理。每个人不管贫穷或是富有，貌美或是丑陋，高贵或是平庸，一生里面必须面对的大事呢，基本都是差不多的：结婚、买房、子女的教育、父母的赡养，还有自己的养老。那事儿就是这么多了，但钱总是有限的，怎么分轻重缓急呢？其实这件事儿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有的人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有的人起手不好却经营得很好。所以从宏观的视角看待人生的事务管理，有助于我们做好长远的打算。经过多年的学习实践，社长慢慢形成了自己的原则，就是填深坑、拱根基、谋发展。深坑是什么？深坑就是各种疾病、意外，就是各种一夜回到解放前无法预知的事件。所以我们就要利用保险这个工具，把风险转移掉。那根基又是什么呢？根基就是家庭资产的压舱石，可以是好地段的房产、年金、国债等各类安全的资产。正是因为压舱石的存在，人生的小船才能在风浪中不断的前行。那发展又是什么呢？发展其实是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而去用更高的风险换取更高收益的股票等等。为父母更好的晚年生活，给孩子更好的教育环境，给自己更好的生活品质。那资产配置呢，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根据家庭的人员结构、发展阶段、收入水平，有目标、有计划的构建和完善。
第二呢，我们要了解自己和各种可投资资产的种类。俗话说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呢，就是要对自己的投资目标有清晰的认知。第一，要清楚自己的现有资产、负债状况和财务流动性等状况。第二呢，要对自己的投资风格、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有全面的了解。第三，要对自己的投资理财诉求有基本的规划，即短期理财目标和长期的理财目标。知彼呢，就是要熟悉各类金融工具，根据需要合理的搭配使用。那我们普通人呢，能接触到的金融工具其实是很多的，也很容易搞迷糊。我帮你们做了分类，做了归纳，相信就比较清楚了。现金类的资产包括了现金、银行的存款、货币基金等等等等。那固收类的资产呢，包含了收益相对固定，比如国债啊、企业债、债券基金、保险年金等等。权益类的资产呢，主要包括了股票、股票基金、混合基金以及各类的凭证。那实物类的资产包括了房产、黄金、收藏品等等。数字资产包括了数字货币、NFT 等等等等。我重新画了一张图啊，各类资产的流动性、收益性、安全性比对起来看就会比较直观了。第三，了解一下标准普尔家庭资产配置。在家庭资产配置当中啊，我们可以参考标准普尔家庭资产配置。那标准普尔呢，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信用评级机构，调研全球10万个资产稳健增长的家庭，分析总结出他们的家庭理财方式，从而得到了标准普尔家庭的资产配置图。这张图呢，也被公认为最合理、最稳健的家庭资产分配方式。标准普尔资产分配图呢，把家庭资产分成了4个账户，这4个账户呢作用不同，资金的投资渠道也各不相同。第一部分呢是要花的钱，也就是现金账户，它包含了我们短期的消费，3到6个月的生活费，一般占家庭资产的10%，平时呢放在银行的活期存款、货币基金当中，随时可以取出。保命的钱呢，也叫做保障账户。那医疗、意外、重疾保障，解决家庭突发的大项开支，一般占家庭资产的20%。那这个账户主要是靠社保、商业保单来覆盖。第3个部分呢是生钱的钱，也就是投资账户了。那这个账户呢是为家庭创造高收益，包括了股票、基金、房产、企业等等等等，一般呢占家庭资产的30%。那这个账户的关键在于合理的占比，也就是要赚得起，也要亏得起，无论盈亏对家庭不能有致命性的打击。那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保本升值的钱，也就是理财账户。那这个账户呢主要保障家庭成员的养老金、子女的教育金等等，一般占家庭资产的40%。那这个账户一定要保证本金不能有任何损失，并且呢要抵御通货膨胀的侵蚀，所以收益不一定高，但却是长期稳定的。要想做好家庭资产配置，那这4个账户呢我们必须得拥有。第4，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当中，应当在配置比例上做出相应的调整。在青年的时候，大学毕业工作不久，这个时候你最大的约束就是资金了，因为你消费的欲望很强，但收入又不是很高，很难存住钱，更别说投资了。那这个时候你最需要做的其实是学习成长，让自己更值钱，提高单位时间的赚钱效率，同时控制或者延缓自己的消费，每个月做一笔刚性的储蓄，把钱存下来，积累原始的资本，趁着身体健康呢，提前利用保险这个金融工具，把疾病和意外的风险给填平。到了中年期呢，很多人已经走上了中高层的一个职位，这个时候你的收入已经变得越来越高了，你赚钱的能力也非常的强，也意味着这个时候你是风险承受能力最强的时候。所以在健康保障已经基本完善的基础上，你要果断的加大风险资产的配置。那中年的时候你的多重角色已经开始浮现了，上有老下有小，医疗、养老、教育，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问题。所以除了股票、股权投资这些比较传统的风险资产配置以外呢，你可以多运用一些年金、基金这样的金融工具进行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那步入了老年之后呢，你可能面临着退休以后呢，你的现金流就会自然的减少，未来的时间呢也开始变少了，你的风险承受能力开始逐步的变弱。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风险资产的配置比例给降下来，增大安全的资产，提高资产的流动性，比如说提高国债、年金这些比较安全资产的配置比例。好了，做个总结吧。以标准普尔家庭资产配置为蓝本，我们可以看到家庭的资产配置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就像我们装修房子需要提前做好规划设计，没有最完美的解决方案，只有最适合你的解决方案。我们的大体方案和框架是基本固定的，
家庭资产配置呢，分为4份，兼顾着各种功能。但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呢，需要在配置中调节侧重点和配置比例，从而让资产价值发挥到最大。有朋友会说啊，就那么一点钱，怎么配置也就那么回事儿。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赚多赚少都有自己的家庭资产，在不同的阶段合理科学的配置，短时间内不会让自己资产大幅的增值，但长周期内我们一定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收益，并在方方面面体会到它的长期价值。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你 get 到了吗？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请点击订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